叶晨渊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？亦或者情之所至？叶晨渊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又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樱！就凭你！师尊，跟我走。小樱，放开我！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娶华玉影，你是怎么说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樱，师尊，你小樱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剑开封，斩杀叶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今日的会谈不适合在九重霄，我作为人族的见证人，选择在人界这里进行。叶晨渊代表叶族，师尊则代表九重霄。剑经在何处？还在叶族花雨影那里。小樱说你并非叶神，果然，叶神怎么会输给自己的手下？你不也输给自己的徒弟了吗？还想杀了徒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他又怎会当叛徒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今日还能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吗？师尊，那些旧事不提也罢。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师尊的力量，这样，花玉莹便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叶晨渊借机夺回叶族，我们则拿回剑经。小莹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他。还不如我直接带着九重霄攻入叶族，夺取剑经。就凭你，还没进叶族就身首异处。你什么意思？
师尊，若是你不信，可以拿真意水试一试。叶晨渊，若是我们助你扳倒花雨影，你是否会将剑晶交给我们？是。师尊，你来。你夺剑晶是为了小莹吗？师尊，这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小莹？你是不是喜欢小莹？是。我没什么好问了，就按计划行事。我去召集人手。好。你倒是问够了，接下来该我问了。叶晨渊，你不要！你是不是也喜欢白小莹？是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既然大家都说得一清二楚。
得好，那到时全部听我指挥。这些都是九重霄的人，自然是听我号令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可以先去夜族部署，然后寻求一个最稳妥的战略。还是小鹰想得周到，我们走吧。叶晨元来过吗？回大人，并未来过。岂有此理！好，叶晨元，不管你玩什么花招，反正你一定会来这儿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寻你，都不见你的身影。我准备了一份稀世宝物，要送给叶族的新主人。叶族的新主人，也是，很快就是我们了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若你乖乖投降，交出我们要的东西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来人！对他们二人不敬，便是与整个九重霄为敌。是。仙主，我有要事需要向仙主单独禀报。小鹰啊，这是本尊的密室，不会有任何人打扰。你有何事要禀报，尽管放心说吧。我在夜族偶然探得，叶晨渊并非夜神，真正的夜神另有其人。对于叶晨渊此人，你了解多少啊？他功力极高，3界能与之抗衡者少之又少。但他20年前才来到夜族，之后就一直闭关，就连夜族的事务也不由他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叶晨渊此人，他的功力
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先友。1500年前，叶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叶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叶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叶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无，使用了仙门禁术，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诸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妍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3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，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你根本不是夜神。
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幸运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，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坐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这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寻半生明呀，真情风呀，好友相思寄故乡。遥望红尘间，他死在灯火阑珊。风雨散，一醉世间人。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，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心潮破碎，与你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，愿一段时光与你相伴，生死亦相随。镌刻你入心扉，沉寂最美轮回。叶晨远，说我真是夜神，你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杀了我吗？我会想办法证明你不是野人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剑已经开封，请知剑人迎回神剑。
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日。你终于把它交给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？不可能！那你为何不早日拿回神剑，还助我夺回剑经？那是因为，我需要借助执剑人来帮我开封啊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把剑给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吗？我的问题就是，我本想利用你夺回业祖，拿到剑经，没想到你费尽心思的帮我，还带上你的好师尊，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。叶之远，我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和不得已，你若是再不把神剑还给我，将来无论你说什么理由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原谅我？看来你真的疯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爱上你吧？不会的，你当时中了这一水，所以不会是假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我对你从没动过真情。你现在这表情，当真是精彩。你剩下来的半条命，就让体内的余毒来收。叶晨远，小叶，你怎么样，小叶？剑伤未伤及要害，体内的余毒我已经清理。在云顶天山的重创，多半是遭遇巨变、心神俱动所导致的。现在已无甚大碍，我再去配些药。好，你去吧。白小莹，身为九重霄执剑人，你屡次对叶晨渊手下留情，这次更是铸成大错，致使神剑被抢。本尊倒是想知道，你究竟有何话可说？仙主，是小。够了！此事就交给你去办理。本尊得到消息，
叶晨渊通告三界，要与华余影大婚。云雅，你正好趁此机会夺回神剑。至于白小莹，就在这回月居禁足，好好反省吧。他和华余影大婚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不要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娶华余影。那只好得罪了。教主，放他进来。是。白姑娘，请吧。果然是你，还是来了。
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叶晨渊，你知道你有多幼稚吗？这个时候大婚，摆明就是故意给我看，让我知难而退的。越是这样，越证明事情反常。你脸皮已经厚成这样，竟无半点自知之明。要不是为了骗你帮我开封神剑，我早就和他成亲了。那当初你为何不和他成亲？那时我受制于他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们叶族人就是这样的了，前一天还刀剑相向，第二天却甜言蜜语。我们叶族人也不讲道理的，我们只认成王败寇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做戏要做全套，我不装作赌气，怎能让你深信我爱你？况且，只有和你一起经历了那样的失落和愧疚，你才会助我一臂之力。难道那天晚上，你也是骗我的吗？当然，你看着我回答。你不敢看我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们叶族女人的男人想抢便抢，但你得先打得过我再说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是输了，他便是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有事，一时半会儿估计好不了。枯树颓百年轮，怎么办？绕过几圈爱恨，誓言辗转离分。我最厌恶的就是卑微的人类，还有九重霄那些。
伤到了就该走，该报复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白小樱。这样不顾自尊的求我，只会让我更厌恶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自己有感受有判断。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就是一直在骗你，不要自己再骗自己。我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。你真的是夜神？睁开眼睛看看，我如何控制这个世界。如此强烈的默契，找死！你现在感觉如何？小妍，你怎么了？小妍，西元少先说，小莹一醒就马上把药给她喝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柔柔，你照顾小妍，我去拿药。小莹，没关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白小莹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白小莹，你真是给仙门丢脸！你去夜族抢亲的事情已经传遍3界了，现在人间又因为你遭夜神洗劫，你还要遭多少孽？你说话！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就会善罢甘休吗？你想得美！跟我走，去众仙面前认罪，先任执剑人之位。够了！师尊，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。他屡次失职，闯出大祸。师尊，你每次都给他收拾烂摊子，他根本没资格再当执剑人。那你又做了什么？是小樱夺回的剑剑，阻止夜族行凶。他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，你们却视而不见。你们只会盯着他的错处。你们若说我袒护他，好，我护定他了。以后与小樱作对，就是与我云崖为敌。云崖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看你是已经被他迷了心窍，已经变了个人了。柔柔，送客。师姐们，走吧。小樱，你知道你现在自己的样子吗？你还是我认识的白小樱吗？为了叶晨渊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
说什么？我需要神剑，才能杀死叶神。师尊，我一定会拿回神剑的。如此便好。仙主，小鹰虽违规下界，但也是为了夺回神剑，望仙主谅解。
金云秀阁守卫森严，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您作为师尊的至亲好友，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请您如实相告。你跟我来吧。他明知瞒不住你，只不过想拖一会儿时间。
神女的宅院，让人进去啊！神女，快出来！神女快出来！这就是神女吗？跟我们长得也差不多嘛。神女快过来，让我们看看你。对对对，让我们看看你。神女，神女，快过来！
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我说个跟你有关的。好。前段时间神剑试炼大会，紫离仙君拿了第1，但是神剑没有认他为主，仙主甚是烦恼，要继续选拔执剑人来守护你。守护我？算了，如果非要人守护的话，是你的话，还差不多。我？开玩笑的，你不过也是个低阶弟子。也对。外面的世界，要是能去看一看就好。如果你真想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这辉月居4周都施了法术，你们能凭仙牌自由出入，我可不行。除非那个人亲自过来。否则你们谁都别想把我带出去。我跟你说，我祖上曾经受过兔妖的恩惠，教了我狡兔3窟的空间法术。别的我不会，但这个我是从小就学的，我可以教你练习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我的体内……算了，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。我有办法。跟我来。哇，原来九重霄如此壮阔华丽。那是自然，这里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修仙之所。西元上仙，我看着你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她是我小妹，名叫阿奇，因是早产，所以不会说话。她是新来的弟子，此前并未与仙子见过。想来是我记错了。这里仙子太多了，我带你去人少的地方看看。嗯，走。好美啊！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。以后你想出来就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谢谢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漂亮的美景。不用谢。不知道婉孤城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是什么表情？站住！往日经常来送饭的那个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是临时被安排过来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婉孤城，婉孤城！婉孤城，婉孤城！
伤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跟你去送饭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他们竟然还没走，你赶紧藏起来，快藏起来！可既然都来了，我就不会在这种时候退缩。方孤晨，我就说你这阵子不对劲儿，果然被我抓到。这是哪个低贱的小仙婢，居然和你混在一起？也对，都是低贱之人，干得出这种事儿。管泽瑞，你住口！平时欺负我就罢了，我不允许你侮辱他。管泽瑞，他是你？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一个天生不祥的灾星，要不是皇爷爷仁慈，你凭什么和我一样被送过来修仙？你既是他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欺负他？呸！他就是我们晚风国皇家的耻辱。给我上！没事，他们走了。你是第一个出来保护我的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就当是你这些年给我送饭的报酬。不过，他既然是你的家人，为何要如此待你？从小，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不祥之人。陛下，我晚风国从未被夜族邪魔侵犯过。如今小皇子刚出生，便引来夜族，以致痛失我朝太子和太子妃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是啊，刚刚出生就出这种从未真是不祥之人呐！我给他种下了心魔，无论以后他是何身份，多大本领，身在何处，都会永远怕狗。害人精！讨厌鬼！滚！害人精！害人精！害人精！这个灾星！所以，你的父母都是被夜族所杀。万孤城，我的体内就封印着夜神。即使这样，你也一点都不恨我吗？自从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我一样被视为不祥、被抛弃的人，我瞬间就觉得不孤单了。所以我才一直想要见你。至于夜神，那又不是你的错，我不会把仇恨转移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来保护你，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这个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。我害怕的时候，总感觉她在保护我。我现在将它送给你，这样，即使我不在的时候，也有它替我保护你。我一定会保存好的。要是有人发现你跑出来就不好了，先回去吧，我商议好便去找你。那一言为定。
记得点赞关注哦。